嗨，也是我妮娜。最近经历了一些有关跟宠物3只猫咪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从中我有得到一些很深的领悟。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就是猫咪或是小猫宠物很不乖，或是不断有状况发生需要你去处理的时候，相信有养过宠物的人可能会比较有感觉。今天要分享的就是我发现其实宠物它的所有状态都是跟主人息息相关，而且密不可分的。宠物有什么样的状态，其实都是直接反映你自己当下潜意识的那个状态。原因是因为前几天我们家最小只的那只小猫，它大概6个月大，你也知道就是特别爱玩，然后活力充沛，经常会有一些可能把家里的布置的东西把它弄乱啊，咬垃圾袋啊，咬植物啊，打架啊，各种大大小小调皮的状态，这些其实一直都不断的在过去几个礼拜它成长的过程中都有不断的发生。但是引爆点可能是就是前几天真的太密集，就是可能一个下午刚刚提到的所有发生的这些捣乱的事情，我们认定为是捣乱的事情，就全部集中，然后导致我有一点就是负荷不了，然后就爆发了。那他现在刚好骑在我旁边，小咪呢，你要跟大家说 hello。它其实真的很乖，它很聪明。小动物它们其实都非常的有灵性，它们都知道你的状态，然后你在干嘛，或是你需要什么。最近我发现米努的到来很像是为了帮助我去修复小时候跟妈妈的一些关系，就是可能亚洲的父母对于小朋友在做错事的时候都是很直接的用体罚，然后觉得是最快最直接有效来威吓他，就是不要再做同样的事情。跟 L 一起生活之后，他一直不断的给我一个观念，就是不应该体罚。虽然我没有真的体罚猫咪，但是会对猫咪就是可能有时候会音量比较大声去来威吓说不可以。就是我发现在咪努身上，我看见了父母，特别是我的妈妈给我的一些旧的行为模式，或是说是一个管教的模式。猫咪就像你的孩子一样，你的小朋友犯错的时候，你会潜意识的透过你经历的那一套，可能是体罚，可能是言语羞辱，可能是比较激烈的方式，来让你觉得好，我得到教训了。当那天咪努他很调皮的时候，我发现我也是用同样的状态想要去惩罚他，然后 L 就在旁边一直阻拦说不要体罚，我禁止暴力，然后我反对暴力。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很受伤，因为我知道暴力不好，我知道体罚猫咪没有用，但我就是克制不住那个心里很本能的，或者是很像它就是写在我的身体里面，就是我就是这样长大，我就是这样被打的长大的。我要怎么去超脱这个循环？其实当下的情绪很复杂，我并不想要这么做，但是我控制不住自己，然后同时又好像透过 L 的抵制，让我又再受伤了一次。那时候边哭边跟 L 解释，然后还因为这样子就是我们两个有点小争吵，最后有和好。只是那时候我就接到有一个声音，就是常常我在情绪很低落或是在发泄情绪的时候，都会听到一个很平静很稳定坚定的声音，他会给我很多指引。他说其实咪努的这个状态比较像是一个机会让我去修复那个小时候的自己，就是他其实真的不是故意的，只是他就是爱玩。每一次发生他捣乱的情况，我都会抓着他这样在我面前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他就会一脸超无辜的跟我说因为很好玩。然后面对这样的回答真的是无解，因为他不是故意的，只是他的某些行为触犯了你的界限。其实同时也让我发现另外一个关于控制的议题，就是我太想要控制他遵循某一个框架规范，但他的出现就像是来帮助我去放手，去打破框架，让我知道就算不控制也都会好好的，你是安全的，你是备受庇护的。这再回到跟妈妈的议题，我就看到一个画面，当她很惊恐在发现自己好像做错事情的时候，我就很像是我变成我妈了，然后我看着那个小时候很
无助、很惊恐的自己，才发现哇，原来他好像就是我内在小孩的一个呈现。讲这个可能很老土，但是我真的发现他是来让我用一个不同的故事剧情来体验同样的感受，只是这次角色切换，可能小时候我经历的是被暴力对待，或者是比较激烈的一些管教方式，然后现在他要我重新回到这个情境，那如果是你会怎么选择？就深深的感觉到他就真的是来帮助我重新校准，重新再经历一次那段童年，好像是给我一个机会去看看除了这一套逻辑行为模式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可能性，但要突破这个可能性其实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你要修复自己，要安慰自己，要接纳自己，但同时又要勇于创造，勇于改变，这真的是撕心裂肺，我只能这样讲。那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在比较早期我养第一只猫咪叫做起司，那个时候它的肉垫就是粉红色的那个肉垫，有一阵子就开始会流血，就是地板上都是它的血迹的那个脚印。一开始以为只是因为天气太干然后破皮，后来越来越不对劲，它的肉掌已经慢慢的开始就是龟裂，最后变成直接裂开。其实陆陆续续那段时间带他去跑兽医，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吧。你可以想象那半年，你每1-2个礼拜就要带他回诊，然后带他去重新包扎、拆线、检查。那段时间真的是忙碌到不知道自己在干嘛。那个时候还是骑脚踏车，把他放在我后座。每次在骑脚踏车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这个状况到底是什么时候才到一个头啊？他也有接受医生的手术，把它缝合，然后拆线，结果状况还是一直不断的复发。原本以为做完手术就好了，结果还是一样不断的重复发生。那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你知道学身心灵的人嘛，就会很喜欢观察，也很喜欢反思，就是为什么这件事情会一直不断的发生在我身上？他是要教会我什么，或是他要我看见什么，或是他要我做出什么样的调整？所以那时候就找了朋友来挖掘这个议题，最后发现我们家起司最大的那只猫咪，它其实只是感受到了我有一股能量，这个能量是我可以证明我能够照顾好别人的这个能量。然后我后来回想，因为可能才刚搬出来不久，在照顾家里，然后在从事自己的事业，也才刚起步不久，所以很多时候会想要急于证明自己。所以这个急于证明自己，急于告诉，比如说让我的爸妈看见我已经可以好好照顾好自己了，而且我还可以照顾好别人的这一股能量，这股感受，它被我的猫咪感觉到了。所以猫咪透过不断的生病，不断的有状况，来让我可以照顾它，然后在照顾它的同时，让我觉得我是可以照顾别人的。那时候我就豁然开朗，就天哪，我都不知道我有这样子一个潜在的能量或是潜台词在这里。所以那时候我也就是把这个信念把它解除掉，我告诉自己，好，我已经体验够了，我知道我不需要透过不断的去照顾别人来证明自己我是有能力去完成或是去照顾身边所有大小事物的。很神奇的事情就是在不久之后，朋友他就介绍了一个萨满，他会治疗野生动物的一个老师，我们就带他去做治疗。他是用非常传统的那种治疗方式，那时候就拿一根细细的针，然后把它烤火，在猫咪在起司的肉掌上这样子扎了大概3针吧，把一些坏的组织把它弄掉之后，真的1个礼拜之内，它的肉掌真的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我觉得天哪，这个太神奇了吧！我觉得可能当故事的开头你都没有办法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或是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些，这要教会我什么。但是当故事走到结尾，这个课程，比如说学习慈悲的课程，学习有耐心的课程，各种课程，它在事情的开始可能都不会让你知道到底这个是要来干嘛的，但只有在这个过程中，你不断的反思，去观察自己内在的一些潜台词，最后你才会发现，哦，原来我不需要透过做这些来证明自己，哦，原来我还有曾经这么受伤的内在小孩，就是小时候这个能写在我身体里面的这个记忆需要被释放，哦，原来我不需要很努力才能够得到身边人的爱。故事的开头一定都是看不太清楚，但是到故事的结尾，就是好像你准备毕业了，各种资讯啊都会豁然开朗。很神奇的事情就是在我
那天晚上我看清了，就是突然这个声音告诉我，为什么猫咪会有这样的状况。其实问题从来不是猫咪，而是你要看见你内在的那个需求。那个当下我有点像在心里对自己喊话，就是说好，我知道了，我已经看见你的需求了，我也愿意就是释放这个旧的模式。我知道猫咪是无辜的，它只是感受到了这股能量，有点像他们只是演一场戏，然后让我去重新释放，重新活出那个没有阻碍跟轻盈的那个你。真的是隔几天，就是现在已经是第3天了吧，它都异常的很乖耶，虽然还是会捣乱，但是那个频率已经低到就是我已经觉得这不是什么任何会干扰我心情的事情。虽然可能还是会爱玩啊，但是真的明显的减少很多。就是像它很常会喜欢跳到我们的那个圣坛的布置那边，但是它这几天完全没有跳上去，就觉得哇，真的又再一次经历到潜意识的这一股能量，当它需要被释放的时候，或是它需要被看见的时候，真的会创造各种各样的故事剧情，来让你可以去看见，然后进而穿越这个议题。所以我很感谢我们的猫咪，就是虽然经历了很多比较情绪化的一些行为跟状态，它还是爱着我，就很感动。然后我还是很感谢我的妈妈，我知道这个也都是她可能曾经也是这样经历，就是被外公比较暴力的方式在教育长大，所以从来没有好坏对错，它就只是一个像是程式码，它植入我们里面，它就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故事剧情，或者什么样的连锁反应。所以觉得好开心哦，这件事情终于过了，然后想要跟大家分享。我相信大家都在宠物身边获得了很多很多的爱，然后如果你也刚好正在经历就是一些有关宠物的问题，可能最需要做的事情是回头看看自己是不是最近的状态也刚好比较起伏，比较低落，因为宠物跟你的能量是环环相扣的嘛，它无时无刻都想要给我们更多的爱跟支持还有陪伴，就是他们真的是很纯粹的一个存在。我在这边录影，哇，我们家3个小宝贝，这个是米露，这是布布，然后这里面的就是起司。希望大家都可以跟你们家的猫咪宝贝或是宠物宝贝可以开开心心的过生活。拜拜。